儿子被男童缠上了，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学校一趟。我到学校时，他第一次冲我吼出声：妈，我喜欢男生，我有什么错？我看向他，没有生气，没有愤怒，蹲下身体低声问他：那你怎么确定自己喜欢男生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儿子今年15岁，品学兼优，从小到大莫让我操过心。今天上午把他送到学校，前脚刚踏进公司，后脚老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他语气沉重：齐安妈妈，上午有时间吗？能来一下吗？他从小成绩名列前茅，待人真诚。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出现请家长的情况。我想起周围不少妈妈和我抱怨，进入青春期，孩子心思不放在学习上，小小年纪开始早恋。我当即问老师，是不是早恋？女孩子脸皮薄，别惩罚女孩子，你教训我家混小子就成。但是他依旧不肯给个准话，你来就知道了，你先来吧。我请了假，急匆匆往学校跑。刚推开教室门，就看见我家儿子垂着头站在老师办公桌面前。老师一言不发，戴着眼镜批改一本本作业，将他忽视得彻底。我拍他肩膀，他向我靠近了一步，委屈喊我妈。我没理他，面对老师开口：怎么了，老师？老师慢悠悠地把眼镜摘下，合上红笔，把一堆纸条推到我面前。齐安妈妈，你看看。儿子呼吸一滞，我上前一步，一张张小纸条摊开在桌面，用黑色水笔写着一句又一句的话。老公，吃饭了吗？我好喜欢你，我好喜欢你。老公，能牵手吗？都是从早恋过来的，能理解。我当即和老师说，在不影响女生的情况下，我对我儿子谈恋爱没意见。他上次考试，我记得又是第一，他能帮女生补习。如果女孩子想羡我的话，也可以。齐安妈妈，老师扬声开口打断我。他缓了语气，又对我身后的儿子开口：你说说是谁写给你的？这不是什么不好说出口的事，尤其在我不反对的情况下。但是他一言不发。老师又抬高声音：你妈妈就在这，你说啊，你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要不要脸啊？他的情绪比我想的更激动。见齐安不说话，又来和我说：你也知道，初三是人生中关键时刻，错过这一年步不错。初三关键，高一关键，高二关键，高三关键，上了大学后，大一关键。实话说，我一直觉得齐安不够努力，现在又出了这种事，这一生不是要毁了。他今年40多岁，带过好几个毕业班，教学能力不容置疑，但是齐安不止一次和我说过，感觉班主任不喜欢他。我问他原因，他摸着头说直觉。我打断老师，仅仅因为早恋，断言一生是不是太过武断？他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后又把眼镜戴上，敲着桌面上的纸条看向我。这是周延青写给他的。男生，班里倒数。看着挺清秀腼腆一男生，我没想到会做出这种事。要是我知道，我怎么都不会安排他们做同桌。未成年，跟风喜欢男生，要毁了自己一辈子啊！从男生那里，我脑子就转不过来。他一句接一句，我慢慢才明白什么意思。早恋，和男生，和他同桌。
他和我提过，新同桌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很认真的学习，就是学不会，他想帮帮他。刚开学那段时间，他经常和我提起新同桌。我以为他们是好朋友，结果事情发展到现在这副模样，比我想的严重数倍。不是因为我反对同性恋，而是因为他怎么确定自己是哪一类人？他正处于青春期。如果是因为旁人带偏，那我痛心；如果是一次又一次怀疑自己，最后坚定并且明确自己是，那我更痛心。但是他从小没有表现出同性恋的倾向，甚至看见社区里那个又漂亮又优秀的漂亮姐姐，还会和我开玩笑，妈，我喜欢这个姐姐。要不要脸啊，小小年纪不学好。这些纸条都是那个男生传给他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问就是不说话，问就是不说话。老师明显在气头上，我的儿子我清楚。所以我先对儿子说，你先回教室，我和你老师解释。但是当我的手碰到他的肩膀时，他第一次吼出了声，我喜欢男生，我有错吗？我忍住脾气，不能发火，不能发火。只要我一发火，我就会被放在阻挡他们的恶人角色。他们会以为他们感天动地的感情遭到全世界阻拦，原本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被捆绑在一起。老师比我生气，齐安，你什么态度？这是心理疾病，实在不行你们就去医院看看。我捂住儿子的耳朵，第一次面对老师冷了脸。齐安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讨厌他，我知道。他从县城考出来，一步一步在大城市安家落户。在他眼里，只要努力就能完成一切，事事都必须努力。但是齐安很明显不是努力型的小孩，他的练习册上会的题一律不做，只做他感兴趣或者不熟练的题。开学第1周，他就和我回馈过这个情况，投机取巧，不努力，但是一次比一次好的成绩却打了他的脸。人和人的观念不同，我并不想和他争论，只能尽量礼貌地和他说，我先带他回家。我放下手，牵着儿子走出办公室。他一言不发，出了学校门口，我才问他，真的喜欢男生吗？他突然甩开我的手，脸上带着烦躁。是，我就是喜欢男生。你也要反对是吗？我确定我就是喜欢男生。我承认了，我就是要和男生过一辈子。他站在学校门口，冲我吼出了声。安安，第2次。我生他那年难产，险些丢了半条命。这些年我一个人养他长大。他从小心思细腻，懂事。小时候和我闹脾气，他不出半小时后会过来认错，找我和好。长大后，很少有事能让他情绪波动，和我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但是今天他吼了我2次。他愣在原地，抿紧了唇，一言不发。我走过去，没有责备，没有生气，蹲下身轻声问他，那你是怎么确定你喜欢他呢？可以和妈妈说说吗？他一张脸顿时红了起来，一言不发。半晌才嗫嚅出声，先回家吧。他不肯说，我带着他回家，做完了饭又去追问。他依旧不说。下午他一个人窝在卧室，我推开门，拿着2本书进屋，一起看书。这是我们母子从小到大的习惯。他坐在我旁边，将书翻得哗啦啦响，坐立不安地硬着头皮看，最后整个人往后一仰，小声开口，妈妈，因为我对男生有反应。我合上书，没有嘲笑，认真看着他问，什么情况下呢？看见他就会吗？他支支吾吾回答，差不多。我又接着追问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上个月。因为他做了什么事吗？
他脸颊通红的看我，含含糊糊开口：“妈，别问我了。”我摸他的头，安安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不用遮掩有所顾忌。怪我这些年一个人带着他，疏忽了这方面的教育。我说完，静静等着他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手机，解锁，是死如龟般的把手机塞进我手里。他发我照片后，我以为会是什么认真学习的照片，让他一见钟情。但是我看清荧幕就愣在原地。男生伸手捂住脸，穿着裙子坐在浴缸上，露出一双又细又长的腿。穿着短裤坐在凳子上，双腿打开。躺在床上，露出红润的唇瓣和白皙透粉的胸膛。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前，变成一根根木棍，几乎将我的脑袋敲晕。一个未成年人给另一个未成年人发这种照片，为了什么？齐安红着脸小声说：“所以我说我喜欢男生。”我安抚他害羞躁动的心：“你先别急，妈妈出去一下。”我回房间找出自己的电脑，艰难地找网站，又按着照片的类型找了几部。我把电脑塞到他手里，按下播放键，言简意赅，看。我出门了。等临近傍晚，我依旧在咖啡厅徘徊。他发消息：“妈，我回家。”他不好意思地把电脑抱出来，红着耳朵问：“我喜欢男生，也喜欢女生。”我接过电脑，开口解释：“男生骨架小，而且滤镜调到最大，穿着裙子根本没有男性特征。等你们长大，他会开始变声，长胡子，出汗增多，四肢也开始充满力量。你还会喜欢他吗？”儿子摇摇头：“我不确定。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又引导他：“你看见他时，想的是照片还是他本人？”“照片。”“那你抛去照片，明天认认真真的看他，看看有什么反应吧。明天和妈妈说，好吗？”但是第二天，他回来后又把自己锁在卧室。我去敲门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还愿意和我说话，垂着头说：“不用管了，他说不喜欢我了，把我删了。”“妈妈，我觉得难过，我可能真的喜欢男生。”他状态不对，我和他说：“你要分清，你是因为喜欢他，所以想和他在一起，还是因为突然失去一个好朋友，占有欲而已。”但是他怎么可能分得清呢？我这个成年人有时候都会弄混。我不再劝他，想起那一张张照片，这是我第一次想插手他们同龄人的事。我想见见我儿子口中那个男生。第二天，我又请了一天假，没有找班主任，找了英语老师。他刚上岗，年纪轻，这个班是他带的第一届毕业班。他对周延青的评级不会仅仅停留在班里倒数。周延青父母离异，他跟着爸爸生活。虽然学习不好，但是性格腼腆。班主任应该和他们提起过这件事，他向我询问，还跟着劝说，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。现在这社会，这种情况很多，我大学同学就是。我冲他笑笑。他大学同学就是，我就要接受我养了10几年的孩子也是喜欢男生吗？这种事情不能稀里糊涂地下定论。更何况如今的事情远远比懵懂恋爱复杂得多。那一张张照片是谁拍的呢？那些带着暗示的姿势是谁引导的呢？还有那一件件暴露的衣服，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懂的吗？能让我和他见一面吗？英语老师欣然同意，当然可以。他来得很快，和我想的有些出入。个子很高，比我儿子高上一头。他逐渐走近，太瘦了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校服裤腿空空荡荡，手腕突出的骨头几乎要从校服袖口里飞出。这是齐安妈妈。她看见我，率先开口：“
不好意思，我才知道齐安不喜欢男生，我以后会和他保持距离。我还没开口，他就把话全部堵死。但是我不是想来问罪的，我打断他，太瘦了，平时没有好好吃饭。他顿时愣住。我又说，周日齐安15岁生日，我来是想来邀请你。齐安把你当作很好的朋友，他也希望你能来。周延清没有回答好，也没有回答不好，只是含糊地说，如果那天我兼职能按时下班，那我就去。我进一步追问，那你什么时候下班？我找人接你好不好？他留了地址，走之后，英语老师又忍不住劝说，你能接受真是太好了，周延清自己兼职养活自己。班主任不接受，英语老师过于接受，一味反对或者一味跟风都不好。他们只顾自己，丝毫没有考虑2个小孩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我打断英语老师，你有弟弟吗？他说，有。那您弟弟如果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做？他顿时默了声音，脸色讪讪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周6是齐安生日，我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，还有社区里他每次想打招呼都莫敢打招呼的那个姐姐。他原本情绪恹恹，看见他的瞬间坐直了身体。我只想笑，他用眼神问我，怎么把他喊来了？正好碰见他放假，我就喊他来了。他只比齐安大2岁，但是齐安在他面前反而像个小孩，无措地站起身接过他手里的礼物。我不知道女生说了什么，齐安顿时消沉。女生走得很快，毕竟高2，她家里给她的学习压力大得多。不止一次，我看见她房间里凌晨3点还亮着的灯。她妈妈在买菜时会和我碰见，她妈妈张口闭口就是成绩，手里拎着的永远是滋补品。我看她消沉的不像样，凑过去问她，怎么了？她还是小，听见我说话险些落泪，举着手里的水晶球说，妈，她谈恋爱了。周延清就是这个时间来的。齐安这句话刚落，他推开了门，率先和站在沙发旁的我对上目光。我用袖口擦掉他眼尾的眼泪，小声提醒他，你朋友来了。他有些无措地转头，对上周延清的视线，突然就想起他这些天为石魔纠结，一张脸上又疑惑又苦恼，最后还是站起身。周延清把手里的礼物递给他，他立刻拆开，直接给出回馈，我很喜欢。周延清话少，但是齐安朋友话多，他们拉着齐安唱唱跳跳。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手足无措，问他要不要和我一起做蛋糕。他感兴趣，起身和我一起进了厨房。你帮我切点草莓吧。他听话的乖乖切，刀工很好。平时下厨？自己做饭。那很厉害啊，齐安到现在都没进过厨房。他把刀放下，又重申一遍，阿姨，不用试探我，我不喜欢齐安了。我没看他，反而问了别的，照片里的人是你？说我丝毫不担心，是假的。自从这件事发生，我几乎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，闭眼就是那一张张恶心的照片，油腻暗示，明显出自是成年人的手笔。更何况照片里的人身形娇小，身形和周延清完全不像。照片里的人不是他，那他为什么要发这些照片给齐安呢？这些照片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周延清承认得很利落，不是。那照片你怎么来的？朋友发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发给我儿子？掰弯他。听见这话，我强忍着怒火问，你也知道齐安和你不是同类。他垂着眼说，能掰弯的就说明都不值。你为什么用别人照片呢？你也知道我儿子不是真的喜欢男生。他只一句话，能掰弯的说明都不值。
我不想和他继续讨论下去，把草莓摆在蛋糕上，完成最后的点缀。我控制自己的，不要当众发火。满屋子的孩子，他们可能更能共情他。只要我一发火，我就会被放在大人角色，放在对立面。我端着蛋糕出去，走吧，蛋糕好了。齐安率先冲了过来，他一边接过我手里的蛋糕，一边小声和周延青说话。我想清楚了，你喜欢谁都是你的事，但是我还是你朋友。有什么需要的，随时喊我。他抱着蛋糕急匆匆地走开，又投入朋友的怀抱。这是这些天我唯一觉得顺心的事。周延青丝毫不受影响，坐在一旁泰若安然地玩起了手机。我从他身后走过，看他在一个群聊里。刷得太快，我看不清楚。我想起那一张张照片，脑子一热，直接抢过他的手机，他不设防被我抢到，还给我。我快速浏览着一条条的消息，里面的内容不堪入目。各种图片交织在一起，不同的人不同的消息交织在一起。多发一点。还有吗？我们交换照片。多拉人进群。大脑轰隆一声，周延青拿走了手机。我要报警。这是我的第一想法。小燕，过来帮阿姨拦住他。我喊齐安朋友按住周延青，第一时间报警。那些照片，那些语言，不该出现在未成年人身上。事关未成年，远景来得很快。一男一女，女生应该是刚上岗，有些紧张，手下意识地攥成拳头。男远景板着一张脸进屋，他进屋率先问：谁报的警？我站出来：是我。他眼睛眯起来，几乎看不见眼白，主动和我打招呼，可以喊我刘警官。我还没说话，周延青起身主动把手机递了过去。这个往常倔强的男生第一次流了眼泪。阿姨，别为难我好吗？我已经不喜欢齐安了。他流着眼泪控诉我，在场的都是和他一般年纪的人。几乎是立刻，天平就倒在他那边。我抱着手臂不说话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飘在我脑海里。他比齐安还小，才14岁，本该是只为学习发愁的年纪，为什么会混在群聊里聊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题？我以为他发照片只是想把我儿子带偏，但是群聊里一句句让我觉得可怕。齐安凑到我身边小声喊我妈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我稳住声音，你有没有给他发过你的隐私照片？听见那声没有，我才缓过来。齐安仰头看我，怎么了？你从小教我不能随便给别人看。我摸他的脑袋，对。一群孩子围在我身边，女警察走近，您担心的行为叫网络隔空猥亵、引诱、胁迫未成年人自拍裸照，向未成年发送隐私照片，与未成年进行大尺度交谈，这些都属于网络隔空猥亵。只要涉及专业知识，他像变了一个人，眼神坚定自然。刘远景莫理会我们，扭头问周延青：群里的人你认识吗？认识，都是我朋友。刘远景很快看完了聊天记录，先安抚我：我理解您作为母亲的心，但是仅仅凭着群聊并不能断言，并没有出现引诱、胁迫未成年的现象。我不知道犯罪不犯罪，我就知道他一个未成年不该做这些事。我们会进一步调查。我往前一步，火气几乎冲到头顶。这还不够，他们一张张照片就在群里，这还不够，还要什么？周延青突然说话：我们都是自愿的，不存在谁胁迫谁。群里都是我朋友，我们明天聚餐，我喊他们出来。等到第二天，周延青真的带着11个和他年纪一样大的孩子出现在餐厅，有男孩有女孩。
最小的女孩甚至只有10岁。女警察蹲下去问她：“你知道来这干什么吗？”她怯生生地回答：“来和朋友吃饭。”她又斟酌着问：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她如实回答：“网上认识的，互相给对方看自己拍的照片。”“你自愿的吗？”“自愿的啊。”她说完垂着头解释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不能拍这些照片。”周延青也在一旁附和。刘警官将手机交还给了他，沉着脸对我说：“现在未成年知道的比你想的多，群里没有成年人，我们最多只能口头教育。一整个群聊里全是未成年，没有引诱，只是未成年因为好奇而组成的群聊。”周延青当着远景的面解散了群聊，这件事最后就这么下了定论。刘警官起身离开，女警察对我笑笑，警惕一点是好的。这件事情就这么翻篇，但是我总觉得不安心。直到1个月后，齐安举着手机到我面前，我看清荧幕上的东西，彻底愣住。和上一次相似的照片，相似的角度，只不过这次照片的主角由男生换成了女生。怒火瞬间点燃我整个身体，悬有完没完？我抖着手翻看聊天记录，对面说：“我也玩游戏，交个朋友。”最开始很正常，只是根据我儿子发的动态来投其所好的聊天。直到昨晚，那边发了照片。交换照片吗？聊了这么久，我朋友圈里发了，不是那种。话题就定格在这里，因为上次的事，我当天晚上带着齐安仔细了解网络隔空猥亵。此时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对劲，拿着手机来找我。妈妈，我以为是我游戏好友。他玩游戏，平时也会加上游戏里的玩家，并且他的账号根本不是35小号，他发了许多有关游戏的消息。对方投其所好，防不胜防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第一时间依旧选择报警。当天晚上我又请了假，最近频繁请假，组长终于忍不住了，多请2天，干脆别来公司了。儿子听见我手机里传出的声音，小声说：“妈妈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，我把它删了就好了。就算有下次，我也能应对。”我摸摸他的脑袋以示安抚，对着电话那边说：“那我辞职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告诉他：“安安，没有什么比你重要。而且我这么做不只因为你，还因为和你一样大的小朋友。”齐安收到这种消息，可以告诉我哪些和家里关系不好的孩子呢？他们纠结拒绝过后，对面会不会更加肆无忌惮？他们会不会被朋友的幌子迷惑，真的给对面发了照片？他们会不会从头到尾都认为对面只是朋友？等他们长大，这段经历不会消失，只会变成影子扒在身上，只要想起一次，就又重新坠入黑暗。大晚上，我赶到警察局，还是上次的刘警官。他先抬眼瞥我一眼，才伸出手接过我手里的手机。上下翻看后，随后下定论：你儿子可能点进了什么不良网站。没有实质性证据，这边不能立案。他伸出食指敲了敲我的手机荧幕，把手机推给我。但是有实质性证据不就晚了？他只是嫌麻烦，不愿意管。我又把手机递过去，低了声音：“麻烦您再看看。”他接过手机，又随意的上下翻，点进对面的朋友圈，看他的生活记录。实在拗不过我，又用电脑帮我查。这是个未成年人，可能就是玩笑开的有点过。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我目前只能查到这么多。你可以等后续通知。我拿了手机出去，后续通知等于没有。这里不行，那我就换个地方。总有能管的地方。出门时正好碰到上次那个女警察，她问我怎么了。
我把手机的消息又给他看了一遍，他把我接回屋内，对着刘警官说：“为石磨不立案。”刘警官莫回答他的问题，那双眼睛又眯了起来。你刚实习不太清楚，就是小孩子图新鲜。女生继续质问：这么明显的问题，你感觉不到？这种事情有立案的必要吗？像上次周延清一样冤枉人家？但是我没和他提过周延清的名字。我还没张口，女生拿起了手机，拨了个号码，喊对面人：爸，我在警局，有个案子，你喊我哥来处理。他说完没有理会刘远景，又把我的手机拿过去，反复看，就坐在一旁比对一张又一张的照片。他一边比对一边问齐安问题：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站在一旁的刘警官一直说没石磨用，最后就是一场空。我这才有机会开口：你好，我没有提过周延清的名字。女生转过身看他：刘警官。他冷了语气，但是男人丝毫不怕。夜深，警局里只有我们。他干脆站起身说：你一个实习生不了解很正常，回去休息吧。他说完，又扭头看向我，额头的皱纹挤压在一起。你也赶紧走吧，一天天疑神疑鬼。我把齐安拉到身后，我不走。我的儿子连续2次经历这种事情，我作为一个母亲担心的心情，被说成疑神疑鬼。对面就算是未成年，我今天也要现。凭什么不立案？我要举报你。明明有问题，为石磨不管？女警官护在我面前，她抬高声音又问了一遍：你到底是怎么认识周延清的？刘警官因为以下犯上而吼出了声，我没有权利回答。我呢？我的权利够不够？突兀的声音像一柄利剑，打破寂静。女生跑过去，站在他面前，副队。来人穿着便服，显然刚从家里出来，但是一身便服依旧站得笔直，挡不住一身正气。我认不出来人是谁，刘警官突然迎了上去：小周是您妹妹啊，怎么不早说？他没有理会刘警官，只站在我面前。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正式立案，对于任何犯罪行为，我们绝不姑息。他说完后，又去问刘警官：你是怎么认识周延清的？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，只说延清是个好孩子。男人直接抬脚，稳稳地踢在他膝盖上。刘警官膝盖跪地，砰的一声。他又伸手接过我手里的手机，这件事由第1支队正式接手。我们都怀疑是成年人假扮未成年进行网络隔空猥亵，因为那一张张照片明显是成年人的视角。他们连夜查，结果对面真的是未成年。女孩一进警局就哭着忏悔：我是因为好奇加了他，我以后不会了。她是被她妈妈带过来的，他妈妈明显不知道这些事，了解后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丢死人了，发这种消息，你和卖的有什么区别？滚回家去，学习不行，整天乱聊。我早该知道。他用侮辱性的词汇形容自己的女儿。女孩只有13岁，我和女警察拼命拦住她。但是他说的激动，突然抬手把手中的手机往地上重重一砸。女孩吓得往我怀里躲。我看着这场闹剧，心力交瘁。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儿子倒霉，凑巧碰见这种小概率事件吗？女孩在我怀里瑟瑟发抖，儿子从旁边递给我一颗糖。我塞进他手里，他仰着头，眼泪汪汪地说：谢谢阿姨。懂事听话，我怎么都不可能将他和网络上那个人联系在一起。他妈妈还在闹。我站起身对着他说：你应该关心你女儿是怎么拍出来那些照片的。怎么拍的，就是自己不要脸拍出来的呗。他敢拍，我都不敢看。
齐安学着我的动作，小心翼翼捂着女孩的耳朵，但是其实能听见她睁着眼睛无声地流眼泪。她妈妈觉得丢脸，扯着她要回家。走，回家。我拦不住，女警察问她要不要回家。她看了看牵着自己的妈妈，又看看我，最后哭着点头。我要和妈妈回家。女警察拍拍我的肩膀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派人监控他们。案件到这里又停住了，连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的过于敏感，是不是真的只是小事，因为我的幻想扩大了。我去警局的频率越来越低，直到某天，我接齐安放学，看到已经退休的刘警官坐在转角的咖啡店。他对面的人我很熟悉，周延清。他们相谈甚欢，明显很熟。我没有回家，直接领着齐安去了警局。周延清和刘警官在咖啡店。自从案件开始，事情大多都是这个女警察和我交流。此时她看着我问：你相不相信我们？相信。那就等消息。她摸摸齐安的脑袋，我女儿今年刚上小学，我也希望她能健康平安地长大。她说着给我看她女儿的照片，是生日图，女孩穿着公主裙，被爷爷奶奶抱在怀里。那我就回去等消息。我相信我们同样作为母亲那颗绝不姑息的心。1个月后，齐安又收到了好友验证，他这个账号已经不用，登录在我的手机上。对面破罐子破摔似的接连不断地发图，我看着图片双手颤抖。图片里有男有女，11岁到18岁，甚至还有成年人，各种各样的图片挤在一起。到晚上我就被通知，人找到了，是躲在郊区的一个团队，先抓到4人，随后又抓到潜逃的8人，总共12人，全部抓获，全部都是40-50岁的男性。他们伪装成网友，潜伏半年甚至更久，威逼利诱未成年，获得他们的裸照，用照片威胁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，去骗取更多同龄人的照片，最后把这些照片出售海外，满足某些群体的变态心理，以此完成一个黑暗的商业链。我赶去警局时，所有人都被控制。周延清带着一群小孩站在一旁，我才见过的小女孩也在里面。她眨着眼睛看我，脸上一片青紫，看见我来，小声喊我阿姨。我没有动作，看着周延清被远警戴上了手铐。11个孩子，全部由他负责。我以为周延清也是被别人控制，所以他才会发那些违和的照片和言语。但是不是，是他管着这10几个孩子。他给每个孩子发一致的话术，他让他们去加别人，他让他们拍照片，引诱对面发照片。他知道男孩子的照片更赚钱，因此群里大半人都伪装成了男孩。他把收到的照片统一打包，一定时间拷进 U 盘线下，拿给40-50岁的接头人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抓住他的手臂，校服空空荡荡，直接抓到他的骨头。你才14，你才14岁，有什么坎过不去，需要你做这些？他笑了一声，突然提了别的。阿姨，我妹妹聪明。提起妹妹时，他脸上才浮现出这个年纪该有的表情。他缓缓开口，他要上学，我想让他上最好的学校。躲在后面的女孩扯着我的袖子问：我们做错事了吗？我看向周延清，他还是一副淡然的表情。我冲他吼出了声：他呢？他也要上学。你身后这10几个孩子都要上学，等他们长大，你让他们怎么办？他张嘴想说些什么，最后又狠狠闭上嘴，最后垂着头被人带走。除了周延清，剩下的孩子算是受害者，他们做了笔录很快出来，
他们的家长等在门外。有些父母直到现在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们毫无察觉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在被人威胁，一时哭声一片。出来了吗？又有什么事？他又给谁发照片了？在哭泣声中，这熟悉的声音隔着门都能听到，格外刺耳。女孩最后一个出来，她脸上的青紫明显，我摸摸她的脑袋问她脸上怎么回事。她很坦然，妈妈打的。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像齐安一样什么都敢和我讲，让所有事情终止在第一步。更多的是像她一样的女孩，只是因为给自以为是朋友的人发了照片，就被威胁一步步按照对方要求走下去。她不敢和任何人袒露，她不敢告诉家人，只能自己承受。她能接触到的只是和她一样被控制的小孩，他们都还没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，只能一步步被推着走。她的妈妈等在门外，女警察背对着我和她妈妈据理力争。我看着女警察争吵的背影，只能摸摸她的头，告诉她快长大吧。周延清被判了5年。开庭那天我在，他一言不发接受，好像是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。那几个40、50岁的骗子都有家人来看，他身旁空空荡荡，只有刘警官牵着一个女孩在他身后。刘警官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离开时，他喊住我，那双眼睛不敢看我，不好意思地和我解释。我和延青住在一个社区，破的啊，你进都不想进。他每天兼职，就是为了他妹妹好过一点。我喊齐安，让他拉着妹妹先走。但是女孩并不走，她就仰头看着我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。刘警官冲我颔首，喏，这就是他妹妹。被分给他妈妈了，他妈妈组成新的家庭后，他妹妹连学都上不了。是小周攒钱，把他妹妹接出来，供他妹妹上学。我没想到。他说着说着眼眶湿润，莫想到这个14岁的孩子会做出这种事。那10个孩子里，最小的只有10岁。他更加愧疚。对不起。是女孩开口道歉。我最想听到的道歉，从一个6、7岁的女孩口中说出。哥哥做错事了，就要受到惩罚。他说完，又说，哥哥其实很好，都是因为我。我害怕他会觉得自己是累赘，但是下一秒他说，我会更努力的学习，让哥哥更好，会好的。我会让哥哥和他们道歉。到门口时，有车停在面前，摇下车窗，露出一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。女人皱眉嫌弃，走吧，非要来看那个拖油瓶，你和你哥都是。当初我就不该要你，让你和你爸他们在一起。女孩充耳不闻，一言不发地爬上车，摇下车窗冲我们挥手。女警察在一旁出声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她劝我，各扫门前雪吧。她说完，转身要离开，秋风卷着糖果的味道和一缕缕香水味扑到我脸上。她应该是刚从家里出来。此时我才真切意识到她不只是女警察，还是一名妈妈，也是一个女孩。我问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给你送个锦旗。她摆摆手，人民警察呗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